如果你是那種一直很懂事、很能扛、很少麻煩別人，卻發現自己越活越累，越付出越被忽視的人，你可能會忍不住問自己，為什麼我總是覺得累？你以為自己累，是因為不夠堅強。其實累不是你的錯，也不是能力問題，累是因為你正在被一個隱形的系統悄悄調用你的人生資源，你的時間、注意力、認知能力、精力，甚至未來的機會都在被別人默默佔用，而你卻渾然不覺。你以為自己在幫別人，其實他們在決定你的自由、你的潛力、你的人生節奏到底掌握在誰手裡。聰明的人往往輸在資源太值錢，容易被系統盯上。從今天起，你要意識到一件事，你累不是你的錯，而是你一直在玩一場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讓你贏的遊戲。第一段，你為什麼會這麼累？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奇怪的現象？你沒有躺平，也一直在努力，甚至比很多人更可靠、更負責、更能扛事，但你的狀態卻是越來越累，越來越煩，越來越沒耐心。晚上腦子明明清醒，身體卻空得像被掏空，明明沒做什麼大事，卻像整天被抽乾了。很多人會把這種疲憊歸結為我情緒管理不好，但真相是你累不是因為情緒，而是你的核心人生資源正在被無形佔用。你不是不努力，你只是用最寶貴的資源填補一個從未為你負責的系統。第二段，真正被偷走的不是情緒，而是資源。一個人真正被消耗的從來不是感受，而是資源被錯誤分配之後的連鎖效應。你現在的狀態本質上是時間被頻繁打斷，只能應付當下，無法布局未來。認知被調用，你在替別人思考，卻沒空規劃自己。注意力被牽引，你很難做出真正重要的決定。這三樣資源一旦失控，你的財富、機會、人生潛力就會像沙子一樣悄悄從指縫流走。於是你開始懷疑，我到底在為誰努力？明明一直很忙，卻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轉。這不是錯覺，這是一種資源流向被劫持的現象。第三段，為什麼這種消耗會一直發生？這不是個別問題，而是一種普遍機制。當你長期被消耗，不是因為能力差，而是系統早就把你默認為隨時可調用的資源。機制一，邊界模糊效應。當你沒明確說不，別人和環境就會默認這個人隨時可以被請求、被佔用。每一次你答應，都會在對方心理賬戶裡留下記錄。他會再幫我一次，久而久之，你的付出被當成理所當然，你的資源也就被默認可以無限延伸。機制二，認知資源消耗。注意力和思考力是稀缺的，你幫別人越多，留給自己做人生決策和長期規劃的空間就越少。心理學研究顯示，長期高認知负荷會顯著降低決策質量和創造力。你不是變笨了，只是你的腦子一直在替別人打工。機制三，心理債務綁定。每一次妥協都是在你和他人之間形成一筆無形債務。這種債務會以失望的眼神、指責的語氣、冷淡的暗示不斷被催收。為了避免不舒服，你只好繼續付出，進入一個越來越難脫身的循環。機制四，社會系統偏好可預測的人。無論職場、家庭、社群，甚至日常規則，系統都偏好穩定、可預測、不反抗的資源提供者。每一次你自動承擔、默默扛下、提前兜底，都在悄悄加固系統对你的調用權。換句話說，你的付出並非零散發生，而是遵循三個規律：資源流模型，投入被佔用，降低自身收益；心理債務模型，答應請求，債務累積，最終被情緒綁架；複利損耗效應，小妥協長期造成機會成本和潛力指數級損失。你以為在幫別人，其實你在提供他們成長所需的關鍵資源。每一次習慣性答應，你的自由就被悄悄抵押。第四段，聰明又善良的人為什麼最容易中招？最容易被系統長期調用的，從來不是能力差的人，而是資源太值錢的人。你的時間、精力、注意力和認知能力，別人都想隨時調動。你的腦子能預判後果，能感知他人的情緒，能看清問題的複雜性，
你的善良讓你不忍心拒絕，不想制造摩擦。這種特質疊加起來，會讓你無形中承擔別人本該承擔的負擔。就像你手裡握着最寶貴的磚、木頭和水泥，別人卻在不停拿走，幫他們建房子，卻從未真正回報你。於是你慢慢變成情緒緩衝區，責任都敵人，麻煩中轉站。你不是被惡意操控，只是系統把你默認成了隨時可調用的資源。系統從不關心你累不累，它只關心誰穩定，誰好用，誰不會反抗。如果你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一點，那你就不再是被動參與者，而是正在退出這系統的人。第5段，不設邊界，系統就會替你安排人生。很多人以為邊界只是吃點人際虧，但真相是邊界決定你的選擇權和人生節奏。當你沒有邊界，時間被隨意調用，精力被默認為可無限支配，優先級被別人的緊急事務替代，結果是看似忙碌，實際上你的人生在為別人的目標運轉。所以當你不主動設界限，系統會替你排好每天的任務，每天的價值流向，而你只是默認參與者，而非主控者。第6段，真正的轉機，系統調不到你，你不需要翻臉，也不需要变冷漠。真正的轉機只發生在一件事上，系統開始發現你不再隨叫隨到。1、注意力，不是每種情緒都能自動連到你身上，你把注意力給誰，就是告訴系統誰值得優先處理。2、時間主權，你不再默認別人有事我就該配合，當時間開始有主權，你的人生才第一次有了路線圖。3、自我認同，你不再用被需要來證明存在價值，你允許別人失望、不理解甚至不舒服。真正穩固的關係從來不是靠犧牲維持的。第7段，3次權限回收，你現在就能做。這不是修煉性格，也不是改變你是誰，而是停止系統默認調用你。1、不給及時權限，你不需要馬上回應，1句話就夠，我看到了，稍後再說。2、不接模糊責任，當對方情緒丟給你時，只解決問題，不替別人承擔狀態。3、把自動反應改成一次選擇，當你想說我應該停1秒換成如果沒人期待我還會做嗎？那一刻你不是自私，而是在拿回決策權。第8段，關係會發生變化，不是所有關係都歡迎你突然清醒，有些關係存在的前提就是你多做少問先扛。一旦你停下來，不再自動補位，不再提前預判，不再把別人的問題當成自己的責任，你會發現原本順暢的互動開始卡頓。有些人必然會不舒服，但不舒服並不代表你錯了。最先質疑你的人，往往正是過去最依賴你無限付出的那群人。只要你穩住節奏，不解釋，不補償，不內疚，你的人生節奏就回到你手裡。你不再是免費資源，而是掌握成本、設定門檻、守住邊界的個體。記住，越清醒地守住自己，越掌握人生的真正主動權。第9段，升級人生主位。如果你听到這裡突然安靜了，不是被說服，而是你終於把自己放回人生的中心。你不是冷漠，你只是在結束被調用的人生模式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聽到這些，卻突然有種被點中的感覺，你不用馬上改變什麼，先確認一件事就好，你不是一個人。在評論區留一句，原來不是我一個人這樣。如果你已經走到這一步，評論區留一句話，我準備先收回。A、時間 B、注意力 C、自我認同。下集我會拆一個更狠的真相，冷漠還是明智，斷捨關係的藝術。如果今天內容擊中你，記得點讚、關注加轉發，覺醒思維。你的人生值得被認真對待。